古有武松醉打蒋门神，今有神城先生喝上头了军事化训鬼。妖怪一直是妖怪，可人有时候却不是人。说好了要带大雄去凡尔赛小夫的新别墅玩，可下一秒却又提出了开试胆大会，还阴森森地说：“大雄，你背后有妖怪啊！”这次神城先生完美的配合了他俩的出演，神城先生的盆栽又坏了，老家伙一口咬定就是你们这群熊孩子干的，但大家表示自己没干过。大雄还不嫌事儿大，说是妖怪干的。蓝胖子本想出来劝架，却被误伤说成狸猫，莫名其妙被冤枉，换谁都不高兴。蓝胖子更是对狸猫这个称呼耿耿于怀，于是好孩子变熊孩子，大家一致同意晚上扮鬼去吓唬这个老家伙。转眼间就到了夜半时分，蓝胖子干劲儿满满，可静香家人不让他一个女孩子大半夜出门。大雄本来就怕真的有妖怪，所以不愿意去。空地上也不见小夫和胖虎，一个要看电影，另一个睡得不省人事。蓝胖子独自潜入了神城先生家，拿出了妖怪之家，准备召唤妖怪，但他怎么按道具都毫无反应。蓝胖子只好自己进去瞅瞅啥情况。好家伙，妖怪们竟然在追陆幕动漫！蓝胖子把这三鬼吓得叫破喉咙，他们不乐意了，看到妖怪一点也不害怕，咋这没礼貌呢？蓝胖子立马逢场作戏，但妖怪们并不答应帮他，因为妖怪之家的设定是没吓到人就不能回去了。现在的人都不怕妖怪，要是出去了不仅回不了家，还一点成就感都没有。蓝胖子见状，化身成功学导师，一番慷慨激昂的励志演讲，把妖怪们说的涕泗横流，跟着蓝胖子出了妖怪之家。院子里凭空冒出4个大活人，给猫吓得够呛。看来破坏盆栽真正的犯人是这只猫。神城先生听到动静出门查看，却把妖怪4人组吓得瑟瑟发抖。得知这就是要吓唬的人，妖怪们出击了。打头阵的是幽灵。神城先生正在赏酒赏鱼赏盆栽，灯闪了几下就坏了，伴随着寒风和诡异的声音，鬼火鬼影出现在门外。神城先生一把推开门，把幽灵骂得狗血淋头，还抓住幽灵要他跳舞助酒兴。虽然是妖怪，但也是个妹子嘛。接下来轮到无脸鬼上了，他拜倒在神城先生的背后，装作是来道歉的小孩，慢慢靠近他，然后突然抬起了头。预料中的尖叫声并没有响起，反倒被神城先生教了鬼声哲理，就算是没有脸也要有自信。神城先生大笔一挥，无脸鬼被画上了歪七扭八的文字版五官，心态彻底崩了。骷髅看不下去这俩猪队友，自己出马，躲在了神城先生去厕所的路上。他本想来一发跳脸攻击，却被箱子绊得散了架。神城先生捡起腿骨，发现一敲就折了，不仅摘回原样，还提醒骷髅要补钙，甚至亲身示范要如何锻炼。蓝胖子等得快睡着了，也没听到神城先生的惨叫，转身才发现神城先生变成了魔鬼教官，妖怪们正在被强身健体。神城先生发现妖怪们是和蓝胖子一伙的，又把蓝胖子叫成狸猫，还告诉他们：“你们这群年轻人啊，还是 too young too simple。”妖怪们跟着蓝胖子逃回了家，要他给个交代。这下想要他们回妖怪之家，就只有献祭大雄了。那天晚上，大雄的惨叫声在小镇的上空不停回响。小伙伴们是否有神城先生的胆魄，敢跟妖怪直面对抗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雄成了西部牛仔，而他的坐骑竟长这个样子，一发皮筋还成功将赏金猎人打下马。大雄何时变成威武雄壮的汉子了？放学老半天了，大雄还没回家。不出蓝胖子所料，大雄又苦哈哈的留在了学校扫地，这本该是小夫的责任，却全都被推到了大雄身上。本来约好了要跟媳妇儿约会，这下也凉了。为了大雄的幸福，蓝胖子派出了猎人牛仔机器人。和历史上的赏金猎人不同，这个猎人需要的是奖品。蓝胖子掏出小夫签名照，然后拿出大宝贝铜锣烧作为交换。小夫此时正喝着82年的橙汁，在家里晒日光浴，就被猎人用一套连环套给拖走了，屁股都磨秃噜皮了。小夫最终还是没有逃掉打扫的命运。两人路过冈田商店，又得知胖虎又放学不回家，出去野了。老妈表示很生气，这时候就要请猎人出马了。大雄拿不出什么奖品，猎人倒是看上了胖虎家的酸菜馅大包子，这对胖虎妈来说是笔很划算的交易。这时的胖虎正在空地上吊嗓子，猎人个头虽小，本事不小，尽管胖虎比小夫技高一筹，背着他学狗跑，想把他甩下来，却还是被安排的明明白白。目送胖虎被老妈抓回了家，大雄放心的回家，就准备跟媳妇儿约会。蓝胖子也去开猫会了，可老妈却成了大雄爱情长路上的绊脚石，非要大雄去跑腿儿。大雄只犹豫了1秒，就拿出了蓝胖子的照片，用冰箱里的蛋糕作为奖品，要猎人把蓝胖子抓回来冲壮丁。蓝胖子本来和猫唠家常唠得好好的，
啪的一下就被套回了家。人是抓到了，但要给猎人的蛋糕却不翼而飞。大熊跑去客厅一看，蛋糕已被客人吃得精光。一转头，猎人的脸色难看至极。蓝胖子告诉大熊，要是不给猎人奖品，就会被扒光示众一天，绝对上热搜。眼看猎人就要抓他去挂城墙，大熊选择走为上策，带上竹蜻蜓撒腿就跑。猎人的小马可不是吃素的，带着他飞檐走壁，直逼大熊。猎人小手一甩，套走了竹蜻蜓。大熊直接免费玩了次扶手滑梯，猎人紧随其后。大熊灵机一动，顶着木板直接送走猎人。历尽千辛万苦的大熊终于到了静香家，媳妇儿的厨艺又进步了。可刚要下口，小猎人他又来了。猎人上来就要这块蛋糕，可媳妇儿给的口粮怎能轻易拱手让人？为了男人的尊严，大熊决定进行决斗。猎人有小马，大熊呢必须也得有。大战一触即发，双方的第一次进攻都未击中。蓝胖子还被一个后蹬直接踢出局，大熊瞄准射击，成功绊倒了马。猎人也摔了个狗啃泥，而后被大熊牢牢捆住。大熊允诺，除了媳妇儿的蛋糕，啥都可以给你。听完这话，猎人转身走了。蓝胖子也是个有眼力见的，只留下大熊和静香过二人世界。吃完蛋糕回到家的大熊，却看到门前狼狈的蓝胖子。再往前一看，那一车东西咋像我的呢？原来他刚才口嗨的那句其他的什么都可以给，竟成了新契约。所以大熊的家当都被当成了奖品。小伙伴们觉得媳妇儿给做的蛋糕和卧室里的家当哪个更重要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熊对着胖虎的大屁股就是一脚，而后又是一脚。被踹了2脚的胖虎事儿后还跟大熊肩并肩，是大熊进化成了威武雄壮的汉子，还是胖虎看破世事云淡风轻了呢？小伙伴们有没有睡过头上课迟到的经历呢？陆木偶尔有，但大熊却是经常有。老妈还很乐观，应该不会迟到吧？但精明如老妈这次也失算了，大熊只带了自己去，把书本什么的全忘家里了。迟到是自然的，老师的灵魂暴击也是逃不过的。蓝胖子用小指头想都知道大熊回家后的3部曲：哭、闹、求道具，所以这次他选择守株待兔，提前在房间里装上了神奇按键门，说大熊，大熊就到。蓝胖子直接快进到介绍道具环节，只要取消按钮，写上地点再装回去，例如学校，然后再依次按下红色按钮和选定的地点按钮，门就会连通到要去的地方。按下白色按钮则会恢复原状。大熊推开门，果然到了班级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啥不用任意门呢？看来这又是任意门日常维修的一天。讲解完毕，蓝胖子就出门撒欢去了。既然要串门，那未来媳妇儿家必定是第一选项。可静香竟然没在洗澡。大熊悄咪咪的来到静香背后，作业答案尽收眼底，回去时还不忘夸一句：媳妇儿真棒。静香应声后，才发觉刚才的事细思极恐，大熊是从哪嘎的冒出来的呢？作业问题解决，大熊又设置了电影院按钮，大熊大摇大摆走了进去，可惜场内座无虚席，大熊败兴而归。不过以后白嫖的机会有的是，当下最要紧的是口腹之欲，蹭吃蹭喝自然非小夫家莫属。既然小夫忙着打游戏没空吃点心，那就让我大熊来帮你解决吧。来都来了，小夫的漫画也不能放过。大熊躺在他的床上看得乐不可支，小夫还以为收藏室这种隐秘的地方大熊去不了，没想到他已然捷足先登，就连厕所也被大熊占用了。大熊怎么无处不在呢？结束了小夫家一日游，大熊又打起了胖虎的主意。他悄悄潜入胖虎的房间，对着胖虎的大屁股就是一脚，一边笑一边跑回了自己的房间，把门变了回去。胖虎追出门，走廊上空无一人，可刚回屋又吃了大熊一脚。是你大熊飘了，还是我胖虎提不动刀了呢？胖虎一个猛虎下山式飞扑，没想到胖虎老妈正好推门进来，下意识的接过来就是一个过肩摔。原来胖虎老妈还是个练家子。大熊再次潜入胖虎的房间作死，到处不见人影，谁曾想胖虎就埋伏在书柜顶上，这招可是灯下黑。大熊逃回房间，想让竹蜻蜓飞走，胖虎硬生生的把他拽了回来。无路可逃的大熊只能用神奇按键门跑进了教室。仓皇逃窜中，胖虎被桌子压住了。大熊本想救他，但这种逃跑的好机会怎能放过？不料听到动静的老师来到教室，把他们抓了个现行。作为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大熊只能尽力配合胖虎的出演。我们是来笨鸟先飞的，笨到一回去就被胖虎打得鼻青脸肿的那种。出了一口恶气，胖虎准备打道回府。一通乱按后，打开门进到了大熊之前去的电影院里。遗憾的是，胖虎也没能白嫖成功，他刚看一眼电影就谢幕了。可现在影院的门可连着大熊的家呢。离奇的观众是一个接一个的走了进来。压马路回来的蓝胖子看到这一片混乱的场面，
只能和大熊还有胖虎一起脑壳疼了。小伙伴们对于大熊睡过头、上课迟到这一点，有啥招可以帮大熊的吗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